你敢信吗？中国最风光的新能源车品牌卖得越多，亏得越狠。2025年6月，蔚来发布了一份触目惊心的财报，第一季度净亏损67亿元，相当于每天亏掉7400万元。更离谱的是，这是蔚来连续第17个季度亏损，总亏损已突破1500亿元。这个号称新能源汽车国家队的明星企业，正在把中国制造拖进一个看不见底的黑洞。有人说，这叫战略性亏损，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。但现实是，车越卖越多，亏得越快。2025年 Q1， 蔚来销量同比增长 20.5%， 收入却只增长 0.5%。一边打价格战，一边盈利大跳水。这不叫成长，这叫燃烧。更悲剧的是，整个新能源行业正在集体高烧。理想汽车利润同比下降 36%， 小鹏亏损扩大至27亿元，领跑裁员 20%， 比亚迪被曝库存积压超30万辆，渠道商大量退网。你以为买新能源车能省钱？错。现在连买车的人都开始后悔，电池衰减快，充电慢，保值率低，维修贵，很多人开不到2年就想脱手，结果二手市场一车难卖，贬值速度堪比智能手机。曾经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神话正在崩塌成电动地狱。这不是企业个别问题，而是整个行业被拖进了无底的价格战泥潭。2023年底，特斯拉率先降价 ，Model Y 一度跌破25万元大关。随后，比亚迪、小鹏、理想、蔚来纷纷跟进，一场席卷全国的价格屠杀开始上演。2024年全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平均单车售价同比下降 21%， 创下历史最大降幅。进入2025年后，价格战愈演愈烈，甚至出现亏本卖车保份额的荒唐场面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 Q1， 中国新能源车企单车平均利润即为360元，而传统燃油车同期为8200元。也就是说，新能源车卖一辆相当于白干，还要倒贴点钱。有人说，那不如退出价格战。可怕的是，退出就意味着市场份额被吞噬，留在场上继续厮杀，就只能不断亏损。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。业内人士说，现在的新能源车市就像10年前的共享单车，资本疯狂涌入，企业无序扩张，价格无限内卷，最终只能是赢家通吃，输家全死。而问题在于，这个赢家至今还没出现。企业撑不住了，政府也开始扛不住了。为了维持这个新能源神话，中国政府已砸下天量真金白银。据中汽协数据，2023年至2024年，全国各级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直接财政补贴超过4000亿元，平均每辆车获得补贴超过1万元。除了明面上的补贴，更多的隐形输血还在继续，土地优惠、税收减免、政府采购、金融贷款、资本护航。据统计，中国新能源产业上下游已有超过12万家企业注册，仅动力电池领域就分布着超过300家企业，超过 70% 的企业在连续2年处于亏损状态，靠补贴和融资续命。到了2025年，这个补贴池已经快见底了。财政吃紧的地方政府不堪重负，多个省份传出削减新能源投资的消息。一边是企业流血，一边是政府输血，最终撑不起的是整个系统性泡沫。很多人以为中国新能源车是国家战略，是为了环保，为了超越欧美，是科技崛起的象征。但你如果看透资本和政策勾结的黑幕，就会发现，这一切不过是权贵们炮制的又一个泡沫神话。新能源车的真正作用不是让你省油，是让地方政府拉 GDP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
全国有超过50个城市建设了新能源整车和动力电池产业园区，涉及土地超过4亿平方米，政府补贴总额超过1.5万亿元。这些项目不是因为市场需求，而是因为领导拍板要政绩、要产值、要形象工程。比如，安徽合肥市为了引进蔚来汽车，直接拿出100亿元资金支持，加数千亩工业用地，加减税优惠10年。地方政府不仅是招商引资者，甚至直接当起了股东。你以为是在扶持高科技，其实是在玩房地产加制造业变种，一边批地建厂拉动 GDP， 一边让资本炒作概念股割韭菜。2023年至2024年，新能源项目过剩，蔓延至全国3、4线城市，湖北荆州、河南鹤壁、山东临沂、陕西宝鸡这些本来就财政困难的小城，也纷纷上马新能源整车项目。但数据显示，这些城市的项目开工率不足30%，很多还停留在奠基仪式阶段，成为新的烂尾产业目的。换句话说，新能源车根本不是经济良药，而是另一种基建上瘾。更悲剧的是，当地政府还在兴建工厂、铺路工地的时候，最核心的资本早就撤退了。2024年下半年，红杉中国、IDG、淡马锡等一线基金陆续退出对小鹏、领跑的持股。到了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新能源整车板块的 PE 中位数已跌破15倍，曾经动辄100倍估值的热钱神话彻底破灭。蔚来2021年股价一度冲到66美元，如今仅剩4美元出头，市值蒸发超90%。小鹏和理想也好不到哪去，3年跌幅均超80%。更让人胆寒的是，大量散户正在高位站岗，血本无归。知乎上一个名叫新能源车铁粉的投资者，自称2021年重仓蔚来和小鹏，总投入近150万元，如今账户仅剩26万，每天看着账户缩水，比做电动车起火还痛苦。而这些股票不是比特币，不是郁金香，是你爸妈可能买进的养老钱，是你朋友科技致富的梦想，现在全成了资本撤退后的火葬场。明知新能源车越卖越亏，资本早已逃跑，技术难以突破，北京为什么还要死撑这个行业？3个字：政治正确。新能源是中国在中美科技脱钩后的为数不多能说嘴的科技成果。芯片被卡脖子， AI 被断供，光伏被欧盟制裁，唯有新能源汽车还能撑起门面。更重要的是，新能源车搭载了电池、智能座舱、自动驾驶等高科技部件，可以包装成智能制造升级样板，成为新时代中国工业的形象名片。你以为这是产业，是生意，是消费趋势，其实是北京用来粉饰太平的一个面具。2025年初，中央多次表态要坚定不移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，把智能电动汽车打造成中国新名片。你听懂了吗？这是国家意志，而不是市场选择。一句话，哪怕亏掉1000亿，污染环境，引发事故，也要硬撑，因为这是政治面子工程。你不是车主，你没买蔚来，你没投小鹏股票，你以为这跟你没关系？错，你已经在为这个泡沫付账了。新能源补贴2024年超1000亿元，最终来源是财政，也就是你的税钱。大量地方借债搞新能源项目，结果产能过剩，收入为零。2025年第一季度已有14起新能源产业园区相关的债券出现违约，波及数十个地方金融平台。据中金公司统计，2024年末新能源车贷款不良率达 5.2%， 远高于传统车贷的 1.3%。这些坏账最终会通过银行的利润转移转嫁到普通储户头上。全国社保基金曾重仓投资蔚来、小鹏、宁德时代，2023至2025累计亏损超120亿元，
这笔钱原本是给你父母养老的。新能源车这一幕像不像房地产神话的翻版？起初是国家政策推动，地方配套补贴，民众一窝蜂买账，资本疯狂追捧，媒体铺天盖地吹捧世界第一。然后是市场失控，供需错配，产能爆炸，竞争恶化，房子卖不掉，车也卖不动。再接着是融资断裂，企业亏损，资金链崩断，债务违约，大量裁员。最后是烂尾项目，资产甩卖，企业倒闭，维权上访，中产破产，投资者血本无归，留下一个巨大的系统性泡沫和一地鸡毛。房地产已经教训过一次全中国，现在中国新能源正在复制同样的路径，甚至已经开始出现新能源恒大。比如2025年4月，被誉为科技新贵的领跑汽车宣布紧急裁员30%，并叫停杭州新工厂项目，市值半年蒸发70%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领跑资金链已经非常紧张。华为问界也陷入交付危机，原定2025年 Q1 交付目标30万辆，实际交付仅13.6万辆，不足一半。销售大区被裁撤，加盟门店大量闭店。你敢想象吗？连华为都玩不转，这行业还能活吗？新能源车的神话也许正是中国经济的缩影，看上去光鲜亮丽，高科技加持，实际却是泡沫堆砌，债务滚雪球，政治凌驾一切。没人关心消费者是否安全，企业是否可持续，只有一群人想着讲故事，拉投资，圈地皮，跑得快。而当一切崩塌的时候，最先倒下的是企业员工、加盟商、购车者、投资者，甚至不相干的普通储户。他们才是这个巨大泡沫的真正代价承担者。未来巨亏67亿，不只是一个公司在挣扎，是整个产业、整个政策、整个国家经济模式在向你发出警告。当价格战失控，信心失速，再多的新能源也救不了失落的中国制造。